大家好，我是老歪。今天我們一邊做金工一邊聊聊吧。我想要聊一個很多創作者在前進的路上都會遇到的瓶頸，就是當你坐在金工桌前面埋頭苦做，但是卻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表達什麼，整個人有一種卡住了的感覺。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些我的觀點，希望可以幫助你突破這些迷思，找回創作的節奏。首先，我想聊聊我對工藝的定位。我覺得如果沒有扎實的技術支撐，藝術理念它就只是空談。我認為一個好的創作者應該要對自己使用的媒材負責，因為我們是透過材質在傳達想法，所以對材質的掌控力其實就是你在創作時候的底氣。我在創作時的最高原則一直都是實踐勝於理論，這一點在工藝的世界裡面最明顯。金工呢，它是一門創作者跟材質如何對話的藝術，去摸透金屬的特性，才能在技術跟想法之間找到那個最精準的平衡點。但是說實話，我們的大腦會騙人，它常常會讓你產生一種我已經看懂了，我已經會焊接了，我什麼都會做了的幻覺。但是其實腦袋懂了，手卻完全跟不上。真正的技術從來就不是那些記在筆記本上面的資訊，而是你的指尖對火焰溫度的直覺。就像當你看到焊藥開始發光的那一刻，你根本不用思考，你的手就會自動帶着火槍去移動，去引導焊藥順着熱源流過去。這種突然開竅的體感記憶，是你看了再多書，做再多的想象都沒有辦法給你的。所以當你的手練到不需要大腦就可以反應的時候，腦袋的功能就變成了預演，它讓你在動手之前先在腦子裡面跑過一遍這個流程，快速的抓出可能會出錯的地方。這個才是身體跟大腦最完美的配合。我建議大家不要害怕做出醜東西。很多人因為害怕浪費貴重的飲料，遲遲不敢嘗試新的結構跟做法。但是請你記住，這些報廢的銀片、燒壞的戒指，就是你繳給經驗的學費。如果沒有這些廢料，你永遠無法建立起跟金屬真實的對話。況且金屬最棒的一點，就是它永遠不會消失，它可以被回收，可以一直循環再造。所以如果你是為了實驗，你也可以先用紅銅或者是黃銅比較便宜的材質來練習。真的，這不該是你害怕失敗的理由。一個成熟的金工創作者需要擁有90%的穩定性。這個90%就是你的地基。所謂的基礎門檻，就是你鋸的線能不能鋸得筆直，你的錯修能不能搓得平整。這些基礎功法必須練到跟呼吸一樣自然，變成肌肉反射。當你一拿到金屬，甚至不用思考就可以看透它。你知道該從哪裡下手，知道哪邊的結構最脆弱，哪裡還有空間可以發揮。這些功夫沒有捷徑，只能靠重複的練習。而當你掌握了這90%的技巧，你就可以獲得一種安全感，讓你坐在金工桌前面不會再焦慮，不會再猶豫，因為你的心裡很踏實。你會知道無論發生什麼狀況，你都有能力可以把它處理好。但如果只有這90%，你可能只是一個出色的工匠。要成為藝術家，你需要注入最後那10%的瘋狂。為了讓作品有靈魂，你必須得試着跳出舒適圈。每做一件作品，就強迫自己去嘗試一個不確定會成功的功法。很多名人的作品往往來自於意外，像是火槍開得太大，把金屬燒融了，或是敲歪了，敲出了一個凹痕。
甚至是你把珐琅放在爐子裡面多燒了10分鐘產生的色變，這些看起來像是失誤的瞬間，反而會帶給你預想不到的驚奇。所以學着去傾聽材料吧，不要總想着要100%的控制金屬，給它一點自由，讓它在受熱跟受壓力的時候可以展現自己的個性。而當你去試探金屬的底線，就可以看見那些正確的工法之外的可能性，這個才是作品最動人的秘密。最後，千萬不要被草圖綁架了，技術是為了實踐你的靈感，而不是服務死板的設計。很多時候，我甚至都不會去畫圖，我會直接讓金屬在手中流動，順着那條曲線，或者是一個皺褶的痕跡，反而我可以做出更精彩、更有生命力的造型。如果說模仿是學習最好的途徑，我會建議大家從觀察大自然開始。一根枯掉的樹枝，一片捲曲的葉子，甚至是一棟房子、一台車子，重點不在於要你做出一模一樣的東西，而是要透過你的觀察力去思考如何用你現在擁有的技術去轉譯它。在金屬這個方寸之間，考驗的是你怎麼去濃縮物件的神韻。不要刻意去模仿大師，你也不要害怕被模仿，因為每個人对金屬的詮釋都是獨一無二的。這個裡面一定會找出自己的味道。我們都討厭做爛作品，我們喜歡順利完成之後的成就感。這個就是多巴胺的陷阱，它會讓你忍不住一直重複做那些你早就已經很熟練的技術。但是說實話，我們真正的成長反而發生在那些我覺得好糟糕、好挫敗，甚至想把作品直接扔到垃圾桶裡面的崩潰的瞬間。當一個焊接點我卡關了3個小時，耐心被磨平的時候，請你一定要撐下去，因為那一刻你的技術正在發生質變。你其實不只在跟焊接對抗，你是在學習什麼是行不通的。這種敲開瓶頸的過程，才是你跨越到創作層次的關鍵。金工是一門孤獨的工藝，在漫長的拋光跟切鋸的過程中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動態的冥想。不要急着看到成品，試着去享受那些微小的調整。當你不再糾結於成品是否完美，你的作品反而會呈現出一種自然、充滿生命力的張力。技術的最高境界，其實呢，就是忘記技術。當你累積了足夠的失敗與經驗，有一天你會發現，你已經不需要再思考焊接的時候我要用多大的火，你的手自己就會調整。你也不需要再去思考這個曲線要怎麼鋸，因為你的眼睛會引導你的鋸絲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只是不斷的在看大師的作品，感覺到哇，他們好厲害，卻遲遲沒有進步，那表示你需要停止觀看，開始去動手。我的建議只有一個，就是現在到工作桌前，想辦法去弄壞一塊金屬吧。在金工的世界裡面，我們沒有所謂的浪費，每一片融掉的金屬，每一根斷掉的鋸絲，都是你邁向自由創作的階梯。謝謝大家今天跟我一起探討技術的本質。如果你對今天的內容有任何想法，或是你在製作作品中遇到的任何問題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次再見嘍，拜拜。